柔儿，往这儿落。此处是死穴，这子下去，皇后的白子就彻底断了气了。陛下偏心，姐姐棋艺精湛，若是臣妾赢了，姐姐怕是要怪罪臣妾的。朕准你赢，谁敢怪罪？对了，有输赢自然得有点彩头。陛下，凤印乃后宫之主身份象征，皇后不过是个印饰，输了便让给柔儿玩去。姐姐，这印信虽好，可臣妾瞧着您颈间这长命锁更有趣。这是先皇御赐，也是我沈家的家传宝，你不能动。陛下，臣妾想要这个，姐姐敢不敢赌？既然柔儿喜欢，那便加码。陛下，这锁心里，这不只是首饰。朕说了，准他赌。母后接，儿臣乃骑圣转世。是孩子的声音。柔儿，既然你想要那锁，朕便给你讨。若是皇后说了不给，朕替你做主。陛下真好，臣妾就喜欢这锁上的红宝石，鲜艳的紧。母后接，赶紧接！既然父皇敢送，咱们就收。果真是我儿，好，竟有如此天资之子，定是上天垂怜。既是陛下允准，本宫陪贵妃玩一局便是。姐姐爽快，这锁精致，妹妹早就想要。慢着，陛下，臣妾就说，这种先皇御赐之物，臣妾这种福薄的人哪配肖想？沈清，你方才亲口答应要赌，如今却退缩，你想抗旨不成？臣妾不敢，只是陛下既然是赌局，就该有对等的筹码。我押上的是凤印和御赐长命锁，是大周的后卫与沈家百年将门的脸面。可贵妃呢？贵妃拿什么来赌？臣妾有陛下的宠爱，还有这满殿的赏赐。宠爱能当筹码？赏赐本就是皇家之物。江柔柔，我问你，除了这些，你还有什么？难道拿你那洗脚器出身的位分跟我赌？你也配？陛下，姐姐瞧不起臣妾，臣妾出身低微，是臣妾的错。可臣妾对陛下的一片真心，确实不配与沈家相敌。出身不可改，但位分是朕给的。皇后既然想要对等的筹码，朕便给。这是九阶玉扳指，先帝遗物，不仅是皇权的象征，更是调动大周2万御京军的唯一之计。你要的筹码，朕替他出。皇后，够不够？哇哦，父皇下血本了，9阶玉扳指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今晚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以前陪他下棋，为了博他一笑，我从未赢过。久而久之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棋路。姐姐，这第一子可得想好了再落，莫要辜负了陛下这枚扳指。母后别慌，我是你的脑。这局要是输了，儿臣以后还怎么在围棋界混？左上角33点他。8位飞，没意思，老是这么下太快赢了。母后，咱们玩点刺激的，天元左下随便丢一颗。是死地，毫无章法，一旦落下，无异于自寻死路啊！不，母后，往边角那个最没用的死位填，对，就是那儿，填死他！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姐姐，您这棋下的当真是别具一格啊，怕是连宫里刚学会抓锉的稚童都不如。看来平日里陪陛下对弈，姐姐当真只是做做样子。如今真刀真枪了，倒教妹妹看了场好戏。笑吧笑吧，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哭的就有多响亮。好，咱们继续。皇后，局势已定，若是累了，不想让沈家太难堪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只要你现在交出凤印，
朕便收回九节班子。方才那些加码的戏言，朕可以当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母后稳住，咱们这叫势敌已弱，扮猪吃老虎。福儿说的是真的吗？让他觉得自己稳赢了，他才会乖乖把那班师送给咱们。快，母后，往天元左3路再喂一颗废子，这叫撑死鬼。也罢，事已至此，不如相信我儿。这已经不是棋艺的问题了，娘娘这是心求死志吗？既然姐姐执意送死，那妹妹就不客气了。这凤印今日注定要易主了。白棋如深陷泥沼的残局，只剩最后一口气，这是死局，就像沈家现在在朝堂上的处境。至于这锁，听闻里面藏着沈老将军留给你的保命符。这么贵重的东西留在姐姐手里也是暴殄天物。过了今晚，等臣妾拿到了手，正好挂在我宫里那条巴尔狗的脖子上。这枚长命锁不仅是父亲在护国寺求来的，锁心处更藏着一枚沈家死士的吊令。小景啊小景，我曾以为你是我的良人，才将这秘密和盘托出。皇后，光赌这些死物确实无趣了。既然要赌，不如咱们赌大点。陛下还想要什么？若你输了，不仅要交出凤印和这把锁，朕还要你亲手修书一封，劝沈老将军告老还乡，并将北境30万大军的虎符一并交还朝廷，如何？原来这才是今晚的真正目的。凤印赌局9阶班制，全是幌子。他要的是沈家的兵权。嘿，收回30万虎符，看来沈家这棵大树今晚是真要倒了。怪只怪娘娘棋艺不精，自个儿把沈老将军送上了绝路。对不起沈家。母后别怕，答应他，让他立下白纸黑字的字据。这一局我要赢他。既然你不忍，朕休怪我不义。好，臣妾答应。皇后果然识大体，但口说无凭，赌注事关国本，自当慎重。请太史令当场记录，立下生死状，白纸黑字，加盖玉玺，昭告天下。陛下敢吗？朕乃天子，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朕有何不敢？来人，笔墨伺候。姐姐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立了这字据，待会儿姐姐输了，若是想赖账，那可就是实打实的欺君之罪了。不过姐姐放心，等沈家倒了，妹妹我念在往日情分上，定会求陛下给沈老将军留个全尸。母后霸气，就是这样。让他再笑一会儿，待会儿我让他连哭都找不到地儿。沈老将军年事已高，如今正是告老还乡、颐养天年的好时机。朕在城郊赐他一座宅子，再拨100名天兵护送，也算对得起沈家3代的功劳。只要黑棋下一手再补上一颗，白子必输无疑啊！认输吧，朕念在夫妻一场，给你留点体面，别让沈家输得太难堪。胜负已定，娘娘何苦还要拖延时间？平白在这大殿之上让人看了笑话，连带着沈家的威名也扫地了。沈家早就该交出兵权了，老将军1把年还占着位置，功高震主，这可不是为臣之道。还是贵妃娘娘棋艺精深，当真是女中诸葛，这一手棋下的妙极妙极。姐姐，该你。这一子您可得慎重，所有的铺底，所有的隐忍，都是为了这一刻。母后，该收网了。胜负已定，娘娘何苦拖延？平白让人看笑话。沈家早该交出兵权，老将军1把年纪占着位置，功高震主，还是贵妃这棋下的妙，真是女中诸葛啊！姐姐，这子落下，沈家100年荣光可就断在你手里了。你若现在滚下来跪地求我，
兴许我心情好，还能让陛下给你留个全尸，也好让你那老父亲死得瞑目些。世事无常，成王败寇，陛下天威，自当扫平一切障碍。这就是曾经受过沈家恩惠的武将。这就是我全心全意扶持的帝王。母后别怕，儿臣在。看棋盘天元右侧，那个最不起眼、被黑子重重包围的空位，那是个必死无疑的坑位，填进去无异于自投死路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那里是黑棋全局唯一的死穴，名唤神之一手。此子一落，乾坤倒转。皇后，事已至此，莫要再做这些无谓的争吵，这样只会让你自己让沈家输得更难看。陛下怎知这就是结局？这一局谁输谁赢还未可知。刚才那些废子，此刻每一颗都卡在了黑棋最致命的气口上，成了定死黑棋大龙的一枚枚夺命长钉。黑棋那看似巍峨绵延的攻势，竟在一息之间声落全无。左边死位，右边绝地，中间更是万劫不复。倒脱靴，这竟然是棋谱中传说的倒脱靴。死地而后生，先弃后取，原先那些废子竟然全是为了这一刻的绞杀。臣钻研棋道60载，自诩国手，却从未见过这等惊心动魄的布局。娘娘棋艺高深莫测，臣心服口服，老臣拜服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承让。愿赌服输。来人，取扳指。另外，按规矩，贵妃，你输了。陛下救我！臣妾刚才只是大意了，臣妾要把臣妾的封印收走。陛下，臣妾不想输。滚！干得漂亮！母后别忘了收利息。这坏女人刚才多嚣张啊，还要咱们的长命锁，还要把咱们赶尽杀绝。江柔柔，愿赌服输，既输了，这身行头便再不属于你。这东西是皇后规制，哪怕是陛下御赐，你也不配戴。李嬷嬷，给本宫扒了她这身玉质的皮！沈清婉，你敢！我是贵妃，我是陛下最宠爱的人！你这是羞辱朝廷命官之女！你这是目无圣上！得罪了贵妃娘娘。陛下，您说话了！姐姐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臣妾，救救臣妾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贱婢！我是贵妃，我是陛下亲封的贵妃！放肆！放肆！陛下，这赌债臣妾收了，接下来该收另一份了。慢着！朕是天子，这9阶扳指是太祖遗物，是大周调动御林军的重器，江山社稷岂能儿戏？今晚宫宴本就是为了上元节酒后助兴，既然是图个乐子，那刚才的博弈自然也只是玩乐，当不得真。自然也做不得数。赖账，输不起。堂堂一国之君，竟然沦落到要靠这种无赖手段来保住权位，
萧景啊，萧景，你不仅输了棋，你连身为帝王的尊严也输光了。你，哟，母后别惯着他，拿那张字据直接呼他脸上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白纸黑字，什么叫被打脸。诸位远道而来的使节，请为今日的赌局作证。我大周自开国以来便讲求信义，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更是口含天策，一言九鼎。这张生死状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盖的更是代表国本的传国玉玺。陛下，您现在却说这只是玩乐，还是说在大周皇帝眼中，这传国玉玺竟还不如一张废纸呢？哈哈，好一个大周皇后！真是好气魄！萧皇帝，若是大周皇帝连自己亲手画押盖了国印的生死状都不认，那我们北岩与大周刚刚签下的父序盟约，怕是也要重新掂量掂量，是不是也是废纸一张，可以随时作废了？陛下，天子无私事，君无戏言，既已立下生死状，您可是大周的宗正令，皇叔辈分最高的长辈，怎么连您也？愿赌便要服输。给。哦吼，下得漂亮，母后威武！拿来吧你！有了这宝贝，敌军那2万铁甲就是咱们的了，看谁还敢动外公！陛下圣愿赌服输，是大周之幸。既陛下认了扳指的账，那贵妃这边，这身皮是不是也该扒干净了？陛下，救我！臣妾不想被扒光，臣妾是为了您才跟他赌的。滚开！没有丢人现眼。陛下，你曾说的要宠我一辈子，怎么现在？若不是你这蠢妇挑唆朕对赌，朕怎会输掉扳指？把这贱妇拖下去，送回承乾宫，无耻，永生不得出！好一个沈清婉，朕以前倒是当真小瞧了你，竟不知道旗帜已到了如此地步。这么多年在朕面前装一副稀疏平常的模样，藏拙至此，就是在你今天用这手倒头烧来反咬朕一口。就是在等今天，等这一手倒头烧来反咬朕一口。陛下过奖，臣妾从未想过反咬谁，臣妾只是在替沈家求一条活路。活路？活路！朕不信你会一直赢。刚才那局是朕大意了，才让那个蠢妇坏了事。皇后，咱们再讨教一局。这一次不玩那些虚。朕赌剩下那半部御林军，加上京城城防营的虎符。城防营虎符，那可是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也拿出对等的筹码。若是输了，沈家满门上下300口人头独立，加上你肚子里那个不知道谁给你的孽种，一并给沈家赔责。皇后，感激。陛下真是疯了呀！朕的皇后，你现在很崩溃。来啊，朕在求上。孽种，小姐，那是你的亲骨肉，你竟然恶毒至此！皇后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是怕了吗？不行，不能上他的当。他不仅要赢回面子，更要借此机会彻底铲除沈家。这一局不再是小打小闹，这是拿整个沈氏一族的9族性命在赌。现下御林军的兵符已经到手，我不能上头。哟呵，送人头！母后，您快听听，在说什么梦话呢？婉儿，哈哈哈哈！他居然想拿剩下的御围军和城防营来送礼，我还真是头铁啊！撞南墙都得把墙给撞塌了的主儿。母后，别犹豫，直接答应他。
既然他这么急着把江山拱手相送，咱们就大大方方送他一程，把御林军全迎过来。既然他这么急着把江山拱手相让，咱们就大大方方送他一程，把御林军全迎过来。到时候看着京城谁还敢动外公一下，看谁还敢动咱们母子半根汗毛。既然你拿我们的命当赌注，那我就拿你的江山做陪葬。好，既然陛下有如此雅兴，不惜拿皇嗣与沈家满门作饵，那臣妾定当奉陪到底。若是往日，我早已在这样的杀气下丢盔卸甲，手心冒汗。但现在，执旗的不是我，而是我那骑圣转世的崽崽。母后，该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天命。起手天元，断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沈今晚当真有如此奇异？陛下，这一子落下，您仅存的那点银，可就真的荡然无存。陛下，你又输了。不可能，朕绝不会输，一定还有解法。陛下，这块棋已经彻底死透了，何必还要苦苦支撑，做这些无谓的挣扎？认输吧，陛下，给自己留点最后的体面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输了，城防营虎符，剩下的那单半御林军。变了，这大周的天当真是要变了。痛快！我已不知道多少年没有这么痛快了。母后，爽吗？这只是个开始。那些欺负过咱们的人，儿臣会让他们一个一个跪在你脚下。末将参见娘娘。父亲，女儿赢回来的不仅是兵权，更是沈家的命。既然萧景已经疯了，那么接下来的局就该由我来落子。贱人，全都是贱人！沈清婉在耍朕，他一直在等今天，他想夺朕的权，想灭朕的口。陛下息怒了，臣妾也没想到姐姐藏得那么深。没想到，若不是你这蠢货在那怂恿朕，若不是你非要拿那把破锁开赌，若不是你，朕何至于输掉2万精锐的兵符？何至于在大臣面前丢尽颜面？陛下，臣妾真不是故意的。滚！朕再也不想看见你这张晦气的脸。来人！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贵妃江氏御前失德叫嚣君王，即刻废部卫尉，打入冷宫。冷宫？你想让我就这么死掉，好掩盖你的无能？萧景，我为你当牛做马，为你去羞辱沈清婉，你竟为了保全你那点可笑的自尊，要把我踩进地狱！压下去！立刻！马上！放开本宫！你们这2个肮脏的太监，怎么敢这么对待本宫？还自称本宫呢？认命吧！你现在就是个废妃，嫌咱家安傲，到了冷宫，你只会比咱家更安傲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一旦进了那扇漆黑的冷宫大门，等待我的只有白灵和鸩酒。太后娘娘，救命啊！救救臣妾，救救大周的江山啊！哪来的疯婆子，胆敢在慈宁宫鬼哭狼嚎？这不是江贵妃吗？江氏，深更半夜，你这副样子闯入哀家寝宫，成何体统？皇帝不是在御书房吗？太后，陛下疯了！陛下彻底疯了！
陛下他在宫宴之后根本没想过要放过沈家，他已经写好了密诏，今晚无论输赢都要强行将沈老将军软禁在京，还要逼返北境30万沈家军。你说什么？逼返沈家军？沈家3代忠烈，皇帝怎样？请看，这是臣妾冒死从御书房带出来的废稿。陛下不仅要夺权，他还下令要将沈家满门抄斩，连皇后腹中的皇嗣也要一并抹除。什么？陛下说这是沈家的孽种，留不得。沈家若反，边境铁骑入关，这大周300年的基业便毁在了萧景这个疯子手中。拿哀家的懿旨去宣宗正令，成亲王忠永公，凡是在京的宗室王爷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即刻入宫见哀家。太后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若是惊动了陛下一点，惊动？哀家就是要惊动他。他既然敢写那等灭绝人性的密诏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去传旨。娘娘，将士去了慈宁宫，带了血书和废稿。太后震怒，已经连夜召宗族进宫。现在慈宁宫外全是禁卫军，陛下被堵在御书房，想出都出不来。萧景，你以为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用权谋？你践踏江柔柔的时候，就该想到，弃子也是会反噬的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当真是一出好戏。母后，这一觉睡得真香，外面吵成这样了。江贵妃这波助攻打得不错，看来这坏女人也知道冷宫不好混。母后，趁她病要她命，别光看戏了，该咱们上场收割了。那个碧绿通透能调动御林军的9贴扳指，现在可不是个手势，那是咱们活命的本钱，该用起来了。去传本宫口谕，即刻收回御林军各营统领印玺，凡抗命者格杀勿乱。调换御林军统领，换上当年跟随我父亲出生入死的沈家旧部。从今夜起，皇宫9门许进不许出，若无本宫手谕，擅动者斩首。母后这手调兵下将，颇有外公当年的风采啊！这下稳了，这皇宫现在就是个巨大的囚笼，而那头老狮子还没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瓮中之畜。谋反，废除皇后沈氏。沈清寒，你以为赢了一场棋就能赢阵？只要你被废，那2万御金军便是群龙无首。只要朕一声令下，沈家满门都要给朕陪葬。王德才，拿去，即刻传旨6部，昭告天下。王德才，你聋了吗？朕让你传旨。老奴这双腿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而且这道圣旨怕是出不了这御书房的大门了。放肆！这阉奴竟敢在朕面前妖言惑众！来人，给朕拿下！来人！人呢？都死了吗？你们王德才呢？
人都死哪儿去了？皇后娘娘驾到！母后，走稳了，儿臣给您撑腰呢。看看这些墙头草，昨晚还看咱们笑话，现在脖子缩得比鹌鹑还紧。这还是我曾经那个温顺的妻子吗？沈清婉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善待私兵闯入金銮殿，私设座位，你是要造反吗？燕，陛下登基5载，听信奸佞，残害忠良。陛下为了一己私欲，竟私通敌国北颜，以此构陷沈老将军，意图削藩，动摇我大周立国之本，此其罪一也。更甚者，陛下竟在万邦使臣面前，在上元宫宴之上，以江山社稷，以皇嫡子性命为赌注，视皇权如儿戏。置祖宗基业于何地？置大周百姓于何地？念得好，嗓门再大点儿，让这个人听清楚，他到底是怎么把祖宗的脸都丢光的。瞧瞧他那脸色，都快赶上刚才那砚台里的墨汁黑了，解气。陛下，德不配位，险些酿成倾覆社稷的大祸。为了大周江山，为了万民福祉，老臣斗胆，请陛下退位让贤，请陛下退位让贤。听听，这声音多整齐，比刚才那宫乐好听多了。众叛亲离的滋味，甜吗？反了！乱臣贼子！你们都是乱臣贼子！朕是天子，朕是这天下的主，你们凭什么让朕退位？来人，护驾！护驾！给朕把这些逼宫的乱贼统统杀了！御林军死哪儿去了？你是朕的兵，朕养了你们这么久，给朕动啊！曾几何时，我以为你是这大周的脊梁，是我沈清婉一辈子的依靠。我视你如天，哪怕受尽委屈，也想护你周全。这些反贼，只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可如今看来，剥去这身龙袍，你不过是一只可怜又可恨的蝼蚁，一只在权欲中迷失，在薄情中腐朽的最卑微的虫螽。萧景，怎么敢直呼朕的名讳？多少年了，多少年都没有人敢了。你不配做这把椅子，你不仅辜负了朕的信任，辜负了沈家的赤胆忠心，你更辜负了这大周的万千百姓。为了沈家不再被你这等昏庸之人构陷，为了我腹中这个险些被你称为孽种的孩子能平安降生，也为了这大周不再因你的荒唐而动摇国本，萧景，你该休息。带陛下下去休息。皇后英明，大周万岁！皇后有旨。皇帝萧景因病体难支，不克世事，自即日起准其退位，废为庶人，终生圈禁于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朕不是庶人，
这是天子！沈清婉，你这奸人害朕！贵妃娘娘，哦不，姜氏，太后仁慈，念你诰命有功，免了你的死罪，但活罪难逃。自今日起，你便是最低等的官婢，派去冷宫伺候那位庶人。伺候他？不，他会打死我的，他恨死我了。那便是你的造化。曾经口口声声说爱他护他的男人，变成亲手折磨他的魔鬼；曾经依附皇权不可一世的宠妃，变成服侍废人的奴隶。真是可悲又可笑。都是你这个贱妇害了朕，朕要掐死你！你这无能的疯子，你也配当皇帝，活该被废！起驾。娘娘，自古后宫不干政，陛下如今虽被废，可朝中大权理性交由宗室代掌。娘娘此时把持禁军，调动沈家将领入京，怕是不合祖制，令天下臣人心寒呐。祖制？赵大人在姜氏只手遮天，干预吏部选官时，为何没提祖制？姜贵妃那是陛下宠爱，何况姜家也是为了朝廷稳固。娘娘今日若不交出兵符，臣等宁愿撞死在这大殿之上。哎呦喂，母后，您看这姓赵的老头演得跟真的一样，他袖子里还藏着昨晚刚收的姜家死忠给他的1万两银票呢。母后，赵元德书房左侧第3个博古架后面有一块松动的青砖，里面藏着姜柔柔这些年所有行贿官的账本原件。想撞柱子，本宫成全你。来人，给孙大人让条路，再拿块喘垫铺在柱子边，别让他撞得不够响。赵尚书，本宫听说你最近府上添了不少名贵字画，连书房的地砖都重新铺过了。臣不知娘娘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，那本宫就替你想想。那博古架后左侧第3格，那一处松动的青砖，赵大人藏的可还稳当？怎么可能？陈统领，末将在。带一队人马去赵府书房，把那块青砖下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呈上来。若有人阻拦，格杀勿论。陈统领。末将领命。母后威武，这叫打蛇打7寸。赵元德这老狐狸还指望拿这些账本以后威胁其他同僚呢，这下全成他的催命符了。娘娘饶命！还有谁要跟本宫谈祖制？臣是被赵元德蛊惑的，臣对娘娘一片赤胆忠心啊！赤胆忠心，你的账本宫等一会儿再算。李大人，即日起由你暂代户部事务，这朝堂该清一清那些蛀虫了。臣遵旨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晨儿，母后定会为你扫平这一切，让你出生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周。那是必须的。母后，接下来那个礼部侍郎孙成，他后院井里还沉着赃银呢，咱们再接再厉呀。今日早朝，谁还有异议？娘娘圣明，臣等无异议。赵元德贪墨证据确凿，死有余辜。臣方才也是受其蒙蔽，险些冲撞了娘娘。如今朝局初定，娘娘怀有龙翼，千万保重凤体。臣愿领礼部上下为娘娘操办祈福大典，以安民心。母后，你看这人，这张笑脸下面藏着的可是杀人的哑口，还祈福大典。他是想在大典上直接给咱们母子送终吧？此话怎讲？这孙成可不是什么文弱书生，他是姜家秘密培养了15年的死士教头，他的代号叫笑虎。你瞧他脑指节后茧分明，那是常年鲜袭暗器丧门钉留下的痕迹。他那左边宽大的袖口里藏着一把淬了见血风旋毒药的机关弩，只要他抬手作揖时指尖一扣，母后你现在就危险了。娘娘，臣这一片赤诚。陈统领，给本宫拿下这逆贼！有刺客！武将！你这妖后，
江家待我不薄，只杀不了你，他日江家旧部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江家旧部，江柔柔尚在冷宫等死，你这死士教头倒是一片赤胆忠心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斥责。礼部侍郎竟是江家豢养的死士首领，诸位口中的祖制名声，就是护着这种妄图刺杀本宫的杀手吗？死得倒快，母后，他大腿内侧纹着死尸密册纹路，赶紧让人彻查。陈统领，拖走尸首，彻查一寸不留，封锁礼部，收押审讯所有孙承私交官员。末将领命。本宫给过你们机会，谁若以为本宫妇人之仁，暗藏祸心，这龙柱便是下场。娘娘恕罪，臣等誓死效忠。陈儿，有你在，母后的江山无人可动。搞定这只笑虎，母后，咱们接着扒伪君子的底，好戏才刚开始。啧啧，母后快看左边第3个，那个穿紫袍的周文正，瞧他那副正气凛然的样子，嘴里喊着礼义廉耻，背地里干的可是灭绝人性的勾当。周大人，本宫记得你去年曾联名上书，痛斥民间停妻再娶之风，言其有违大周纲常，是也不是？回娘娘，微臣身为御史，识君之路，当为万民表率，匡正世风。那些抛弃发妻之徒，理应严惩。臣定当为百官表率，为陛下分忧。表率？我呸！母后，这周文正在老家有个同甘共苦10年的发妻，他为了攀附江家，进京前骗妻子说自己意外身亡，实则隐瞒婚史，娶了江柔柔的远房表妹。他那发妻进京寻亲，竟被他毒哑了嗓子，卖进了最下等的私窑。周大人果然是大周表率。来人，去红粉巷接出哑巴妇人，再去周府书房取画轴中藏着的陈年婚书。娘娘，娘娘饶命！微臣知罪。周文正停妻再娶，丧尽天良，欺世盗名，剥取官服，乱棍杖毙。下一个，那个大胡子副将曹莽，江家能掌控禁军，全靠着贪得无厌的家伙在下面克扣军饷。曹副将，禁军营里最近闹着说东医薄如蝉翼，连热粥都见不到米粒，你作为副将，作何解释？娘娘，国库空虚，军中弟兄皆体谅朝廷难处，臣为筹粮草东医，早已抵押自家宅院，一心为公。接着演，他小妾床底堆满克扣的金砖，贪享账本就缝在贴身护心镜里，装得真清廉。陈统领，去取下曹副将的护心剑，当众查验。曹莽身居要职，中饱私囊，克扣全军军饷，罪证确凿，打入死牢，查拆全部家产，家属流放3000里。娘娘身为明察秋毫，臣李德全誓死效忠娘娘，效忠皇嗣。臣等誓死效忠娘娘，效忠皇嗣。江柔柔、萧瑾，那些曾为你们遮风避雨的死人，本宫已经亲手拆得干干净净。母后真丧，朝堂终于清爽干净了。咱们去冷宫看看，那2个人正是收网楼。刘公公，你受过江家恩惠，这玉坠是宫外信物，立刻送往玄武门外德记药铺，交给掌柜。娘娘放心，老奴性命便是江家所赠，定将信送到，后救不入宫救驾。沈清婉，只要江家死士入京，我定让你死无全尸。母后快看，老太监连夜出动，江柔柔真是死性不改，落魄至此还想借外援翻盘作乱。这太监身上夹带了东西，他左脚靴筒藏着密信，约定30名死士上元节纵火结功救人，这玉佩还是先帝所赐，实在虚伪可笑。陈统领，这公公行色匆忙，怕是遗失贵重物品，上前帮他寻回。领命。娘娘饶命！老奴只是去御膳房传话，老奴冤枉。
江家还没断了念头，看来是本宫杀的不够低。母后，这血书上提到的30个死士，其实就在布宫里的江喜房和太医院，领头的那个叫张山，他们身上都纹着一个暗红色的鹰头纹身。陈统领，即刻带人封锁江喜房和太医院，凡是身上刻有鹰头纹身的，无论职位高低，一律就地正法。是，末将这边去办。另外，冷宫里江氏和魏庶人太清闲了，断了他们的炭火，每日只准供1碗稀粥。母后英明，饿他们几天，看他们还有没有力气密谋。娘娘，内廷的隐患已彻底清除，江氏在宫外的联络网也断了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晨儿，宫里干净了，你可以安心睡了。辛苦母后了，等儿臣出生，定要把这江山打造得像铁桶一般，再没人敢伤母后分毫。只要你在，本宫便无所畏惧。大周江山非一家一室之私产，江氏倒台，空出这许多官位，本宫不问出身，唯才是举。启奏娘娘，这位是京城王家的王权，王家祖上出过3任太守，王公子策论文章写得极好。微臣王权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，定不负家族威名。母后，这家伙就是个混混，他在家连账本都看不明白，侧翼全是花钱找枪师写的。他现在的内心戏是，只要进了户部，江家没贪完的钱，小爷我也能捞一笔。这种人怕死。王权，既然你精通策论，那本宫问你，北境3州去年大旱，流民南下，若你是户部主事，第一策当如何？臣定当开仓放粮，彰显皇恩浩荡。开仓放粮，北京粮仓早在半年前就被江家搬空了，你开哪个仓？来人，剥去此人儒商，永不录用。看得漂亮，母后看右后方那个穿蓝布衫的，他叫林汉，虽然鞋都磨破了，但那是真正的潜力股。林汉出身寒门，3年前因不愿贿赂江家而被夺了名次。他不仅精通水利，更在策问里写了以工代赈的妙法。母后，这可是10年后的首辅才，快签了他。林汉，上前说话。草民林汉参见娘娘。你策论中所提，引渠入汉地，借商力筑城，详细说说。听听，这才叫专业。他心里想的是，若能施展抱负，虽死无憾。母后，这才是咱们大周的脊梁骨。好一个虽死无恨！林汉，本宫赐你御史台主簿之职，领钦差衔，即日启程前往北境治理水患。谢娘娘知遇之恩，微臣定不辱命。那个胖子是算账天才，那个老头是刑律专家。母后，这一届的校招咱们赢麻了。今日入仕者，皆为大周之弊，本宫能给你们权位，亦能收回。只要你们心系百姓，这大周便是你们的天下。臣等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娘娘万岁，皇嗣万岁。母后，这工作真累，儿臣得睡个午觉补补了。咱们大周的盛世稳了。启奏娘娘，江氏余孽已悉数伏法，京城城防、禁卫军换防已完毕，如今皇城内外皆听娘娘调遣。陈统领辛苦了，传本宫令，京城解严，百姓恢复营生。至于那些还想观望的，本宫的9阶班旨还没见够细。嘿嘿，母后这范儿，这班旨一带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？不过母后，你看前面那几个老头眼神不对劲，他们在想女子掌权终非正道。如今皇上成了废人，关在冷宫，娘娘肚子里的还是个未出世的肉团，这大周江山总不能一直让个女人说了算吧？这帮老顽固又开始琢磨国武长君那套言辞了。娘娘圣明，肃清逆贼是大周之幸，然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如今陛下久病不愈，费力之意虽重，可娘娘孤身支撑大局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是啊，娘娘，大周祖训，国武长君社稷难稳。娘娘腹中皇嗣虽然尊贵，可离成年尚浅。臣等也是为了大周的长治久安呐。那依诸位大人的意思，是要本宫现在就交出这枚9阶班旨。
臣不敢。臣只是建议，是否该从皇室宗亲中择一德才兼备者入京协理政务，以定民心？臣不敢。臣只是建议，是否该从皇室宗亲中择一德才兼备者入京协理政务？那诸位倒是说说，哪位亲王能比本宫手中的9阶扳指更有威望？汉王萧慈，此人远在封地，却素有人民，温润如玉。或许汉王萧慈，那个看起来像个坏人，实则心眼子比莲藕还多的家伙。母后，这人可不简单，他在封地养了3000门客，全是搞阴谋诡计的好手。这帮老头被他骗得团团转。此事龙后在意，本宫累了，退朝。汉王萧慈，臣儿，这立储风波，怕是专门为本宫设的局。母后别怕，咱们有9阶扳指，有外公的兵权。那汉王要是敢来，儿臣保管教他有来无回。不过那些老臣联名上属的话，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他们的嘴。想让本宫退位，也要看他们有没有那个牙口，能吞得下这大周的江山。娘娘，自古以来，社稷危难之际，必立长君以镇四方。如今陛下困于冷宫，皇嗣尚未诞生，臣等联名上书，请旨宣汉王萧慈入京，主持大局。请娘娘体恤宗纪，宣汉王入京。臣萧慈参见娘娘。母后，快看，他这身月白袍子下面藏着的是一颗比炭还黑的心。汉王萧慈，本宫记得没有旨意，藩王不得擅自离地入京。汉王今日出现在这儿，倒是让本宫有些意外。娘娘恕罪，臣在封地听闻京城动荡，寝食难安。臣并非觊觎皇权，只是担心母后，担心娘娘一人支撑大局太过辛苦。只要社稷安稳，臣愿为娘娘帐下一卒。汉王殿下，仁义之名远播，如今朝中无主，汉王暂代国政，乃是万民之福啊！我呸！仁义！他在封地为了养死士，把几个县的粮仓都搬空了，还伪造成火灾。他现在手心里全是汗，这是因为他紧张，他怕母后你突然拿9阶扳指杀了他。母后，他袖口里藏着一支迷烟，这家伙要是温顺，天下的狼都吃素了。汉王真是忧国忧民，既然诸位老臣都推举你，本宫若是拒之门外，倒显得本宫心胸狭隘了。娘娘圣明，臣定当鞠躬尽瘁。看，他在心里已经开始算计怎么调动城外的私兵了。母后，这个人在心里给咱们定好了死期，就在他登基的那天。哼，鹿死谁手还没定呢，儿臣这就教他怎么做个真正的君子。汉王既然入京了，那就先住在本宫赐下的馆驿吧。至于主持大局，本宫的身体还撑得住，9阶扳指也还拿得稳。臣遵旨。萧慈，想要这江山，就看你有没有命拿。母后，咱们的诱敌计划开始了，看儿臣怎么把他的狐狸尾巴一根根拔下来。诸位大人，非是萧慈觊觎这至尊之位，实在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娘娘身怀6甲，本该在后宫颐养天年，本王看着心痛啊！汉王忧国忧民，当真感人。只是汉王这么急着想要代劳，是觉得本宫身后那30万沈家铁骑拿不动刀了吗？娘娘误会了，臣绝无此意。谁敢说我沈家的外孙不配做这大周的天下？老将军，您不是在北境练兵吗？哼，北境的风再大，也没这京城里的阴风吹得人脖子疼。老夫若不回来，怕是有人都要忘了这大周的皇位嫡庶有别，尊卑有序。娘娘腹中怀的是大周正统，只要老夫还有一口气在，这江山只能姓萧，且必须是沈清婉的孩子。至于其他人，若想趁火打劫，先问问我这沈家军的30万把刀，答不答应？
哇塞，外公太帅了！母后，您看那汉王，他的脸绿得跟咱们那9阶扳指一个色儿了，而且他刚才动了杀念，在那摸袖子里的毒针呢。父亲说的是，汉王，您还有什么话要对百官交代的吗？既然老将军如此说，臣自然不敢有异议。臣方才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。母后别信他，他这叫缓兵之计，他已经在谋划怎么在上元大典上给外公下套了。哼，有我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坐上那把椅子。想动我沈家，想动我的孩子，萧慈，你的死期，本宫记下了。东正令，你方才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话有理，但要这江山易主，老夫第一个不答应。既然诸位觉得这皇位空着不稳，老夫倒有个折中的法子。老将军，请讲。娘娘腹中龙翼已有6月，离瓜熟带落不过100日，咱们就以皇子出生为限。若娘娘生下的是男婴，那便是我大周名正言顺的储君；可若娘娘生下的是女婴，到那时咱们再议汉王入主中枢之事，如何？外公这一招妙啊，以产为限，直接把这人钉死在待命位上了。汉王，父亲的提议你可有异议？还是说汉王连这3个月都等不得，非要现在就逼本宫这孕妇退位？老将军言之有理，嫡庶有别，本王自然愿意等。只是娘娘身子重，这3个月臣愿在京中为娘娘分忧，不知可否？分忧就不必了，汉王入京已是破例，就在王府待命吧。至于朝堂上的事，老夫既然回来了，自然会替娘娘撑腰。既然老将军与娘娘已有决断，臣等遵旨。臣等遵旨。好，那便以100日为期，退朝。沈家沈清婉，你们真以为这京城是你们说了算？传令下去，联络朝中那些被沈清婉清算的旧部，本王等不了3个月，我要那孽种和沈家妇女都死在立春之前。王爷，沈清婉那毒妇害得臣家破人亡，如今朝堂上全是他提拔的寒门草根，只要王爷一声令下，臣纠集的那100余名旧臣家仆，定能叫这京城翻了天。100日之期，本王等不了那么久。那孽种在肚子里多待1天，本王的胜算就少1分。末将已联络了城防营中被沈家军打压的旧部，只要上元祈福大典一到，御林军换岗之际，便是咱们动手之时。好，上元节那天，本王要让沈老将军有去无回，让沈清婉在那祭坛上亲眼看着他的权力是如何化为灰烬的。传令下去，听我少想为号，凡是能取沈清婉首级者，赏万阴，封万户侯。嬷嬷，不知为何，今晚这心总觉得跳得不安稳。娘娘是近日操劳过度了，老将军已经回京，汉王也入住了馆驿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您该放宽心才是。母后，快醒醒，别听这老嬷嬷瞎掰，大鱼上钩了。母后，汉王那伪君子在密室里开会呢，全是些熟面孔。那个周统领就是之前被你撸下来的曹芒死党，他们在商量祈福大典动手呢。孩儿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重点来了，汉王府东南角的枯井旁，那儿正有几个暗卫校对暗号呢。是3声短促猫头鹰叫，接着是1声长长的拉力，这是他们在城中死时集结的暗号。沈老将军自诩神将，定会亲自带兵护送沈清婉去祭坛。到时候，本王一把火烧了粮草库，调虎离山。调虎离山，萧慈，你倒是不笨，可惜你算漏了本宫肚子里的这双眼睛。母后，他现在正在写给城外驻军的密信，信封口盖的是他那枚私印，图案是一条盘踞的黑蛇。既然他想在上元节动手，那本宫便送他一场终生难忘的葬礼。娘娘，深夜召见，何时汉王府有异动？陈统领，即日起，让沈家军暗中监控汉王府及周边所有废弃枯井，凡有猫头鹰鸣叫异样者，记录在案，莫要惊动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汉王要篡位？他等不及那100天了，他想在上元大典上用本宫和龙毅的血染红他的龙袍。末将领命。母后，补充一句，那个给汉王府送菜的伙计是他和城防营接头的中间人，他在想，只要把火药混在供奉用的香烛里运进宫。陈统领，去查查近日入宫的所有大宗香烛贡品，每一根都要劈开来看。末将遵旨，定叫那些乱臣贼子有来无回。晨儿，这场仗咱们母子俩一起赢。母后放心，
儿臣不仅是你的眼，还是这大周江山的守护神。汉王，你的狐狸尾巴，儿臣收下了。娘娘，正如您所料，汉王那边已经按耐不住了。禁卫军中确实有几处暗桩在频繁走动，目标直指3日后的祈福大典。他想在祭坛动手，本宫便给他这个机会。想炸祭坛，陈统领，传令下去，将祭坛内部的火药全部偷梁换柱，换成引烟不爆的烟硝。娘娘是想放烟雾弹？不只是烟雾弹，母后让外公在山脚假装被调离，实际上带500精锐藏进祭坛后面的藏经阁。萧慈既然想看戏，本宫便亲身为他演这一场。传旨，3日后祈福大典照常举行，本宫会准时出现在祭坛顶端。领命。以身作饵，实在太危险了。万一那乱臣贼子……嬷嬷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萧慈一日不除，这大周便一日不太平。母后放心，有儿臣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儿臣已经感应到了，汉王还藏了一支骑兵，就混在祈福的乐师队里。嘿嘿，到时候儿臣给他们来个大的。这大周的未来就在此一役了。王爷，一切就绪，等他踏上天阶，就开始。来了来了，汉王梦怀里的鼓哨了。母后稳住，咱们的请君入瓮开演了。上香，祈福。收水了，粮草库起火了！申老将军后方告急，随老夫去救火。沈清婉，沈老将军已去救火，这祭坛如今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这大周江山终究是本王的，你腹中的孽种，连同你的9阶扳指，今日都得给本王留下。母后别慌，汉王这招银蛇出洞，虚实结合，是腹部，实则变装的心口要害。左移3步，拉开石柱上的门头。机关！你竟然在这里布了机关！母后，他气急败坏了，他要使横扫清军，低头右后方5步，那块刻着饕餮纹的石砖用力踩下去。杀！给本王杀了这个妖后！够了！母后，外公已经绕到他们后屁股了。现在举起9阶扳指，给咱们的暗哨发信号。沈家将士何在？反贼萧慈在此，格杀勿论。这不可能！粮草库明明火光冲天。萧慈，那不过是老夫烧了几堆尸柴，你这调虎离山计，老夫3岁时就玩腻了。母后，抓活的，踩左侧坤位，那是唯一能锁死祭坛结构的活门。萧慈，这祭坛不是给本宫准备的，是给你的骨灰准备的。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布防的？汉王臣，这就教教你什么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母后，咱们赢了！逆贼已擒，请娘娘定夺。娘娘在内生产，谁敢靠近1步，老夫教他碎尸万段。
娘娘，用力啊！已经看见头了。娘娘，坚持住，老将军就在外面守着，这大周的江山都在等着小皇子呢。本宫一定要保住他。母后加油！儿臣已经在努力往外钻了，别怕，儿臣很快就能亲眼看到你了。吸气，用力！哈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吗？祭坛那边出事了，萧慈动手了，沈亲王死定了，那个孽种也活不了。死得好，沈亲王，你抢了我的荣华富贵，我要你在祭坛上被千刀万剐。生了，是个皇子，娘娘大喜。母后，儿臣来了。这大周盛世，如你所愿。末将沈湛参见储君，大周万岁，娘娘千岁。皇嗣降生，天降祥瑞。臣等请旨，立皇子沈念臣为帝，娘娘太后摄政。准。晨儿，这天下，母后先替你守着，等你长大，你便是这江山最伟大的旗手。敌军已入局，左右包抄，按棋局兵法收网。这孩子用兵如对弈，每一步都在他的局里。大周交给他，老夫死也瞑目了。好，晨儿，这大周的9阶班旨今日起归你。母后，儿臣信不抵命，塞北之患已定，从此大山边境再无硝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母后，其实儿臣一直有个秘密。秘密？母后，其实儿臣到现在偶尔还能听见您心里的夸奖哦。你这滑头，原来你一直都在。母后，儿臣从您腹中就开始看您如何一步步赢下这江山。您为了儿臣受过的委屈、吃过的苦，儿臣都记得。往后的星海盛世，儿臣守着江山，也守着您。晨儿，看，这就是咱们赢下的江山。有人问我，为何我能算准这天下每一局棋？我说，因为我从未是一个人在战斗。